看这些年，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哎，我从早忙到晚呢。Angie，你知道不知道？我一点都不快乐。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会快乐呢？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先别急着回答，在你给出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部电影。它被誉为华语影史最伟大的家庭影片，也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巅峰之作《一一》。这部电影用3个小时讲透了一个台北中产家庭3代人的故事，从一场热闹的婚礼开始，到一场沉重的葬礼结束。它不仅捕捉了我们每个现代人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更让人看见那些平时根本注意不到的生活的背面。2000年，杨德昌凭借《一一》摘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部杰作背后其实是个穷途末路的故事。拍摄时资金链几度断裂，男主简南俊那身宽大的西装是借来的，片中老人小孩的衣服好多都是导演夫人彭凯丽和他家人的旧衣凑出来的。更让人唏嘘的是，这部在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的电影，却因杨德昌与当时台湾发行方的矛盾，直到他去世10年后的2017年，才终于在台湾正式公映。这一等就是整整17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为什么它被称为人生教科书？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影片开场，简南俊携妻儿出席小舅子阿弟的婚礼，新娘小燕已经怀有身孕，正是为了赶这个所谓的吉日，才有了这场略显仓促的婚礼。婚礼当天，内向的小儿子洋洋从一开始就被姐姐们捉弄。就在大家祥和地准备晚宴时，阿弟的前女友云云突然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她先找到了南俊的女儿婷婷，两人早已认识，随后又找到了阿弟的母亲，也就是洋洋和婷婷的婆婆。云云跪在婆婆面前哭诉，说原本今天的新娘应该是她，只可惜事与愿违。南俊的妻子敏敏见状，赶紧上前把云云拉走。目睹这一幕的婆婆心中五味杂陈，便借口想先回去。南俊只好开车送婆婆回家，一路上婆婆坐在后座，一言不发，心事重重。回到家里，南俊闻到屋里有异味，发现有2袋垃圾没有处理，便嘱咐女儿婷婷下楼扔掉。婷婷拎起其中1袋下了楼，刚扔完，转身时无意中看到了邻居家的女孩丽丽正和男朋友约会。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婷婷对恋爱充满了好奇，心思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过去。回到家中后，她忍不住跑到阳台上，继续偷偷关注丽丽约会的细节，而那另1袋垃圾就这样被她遗忘在了阳台上。南俊在家里翻着抽屉，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东西。最后他不再纠结，带婷婷回酒店继续参加婚礼晚宴。婚礼宴席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调侃阿弟，说他这是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作为阿弟的姐姐，敏敏只好替阿弟解围。在我们同学当中啊，有多少是先上车后补票的？你又不知道。另一边，洋洋和小姐姐们玩耍时又受了欺负。回到餐桌后，他闷闷不乐，一声不吭。南俊一看便知儿子又受了委屈，见洋洋在晚宴上茶饭不思，南俊只好带他去麦当劳单吃一顿，这才合了洋洋的胃口。在酒店电梯口，南俊意外遇到了初恋女友阿瑞，多年未见，两人都心生波澜，彼此打量着，却不知从何开口。阿瑞告诉南俊自己已移民美国，并留下联系方式，让他有空打电话。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南俊。阿瑞转身离去，但是不甘心的他还是回来追问南俊当初为何抛弃自己。关键时刻，他们的老同学大大从电梯走了出来，3人碰面，阿瑞只好借口与大大寒暄几句，互换了名片，便匆匆离开。我连我初恋情人是谁我都忘了，居然还记得你的。回到楼上，洋洋正摆弄着相机，而南俊因刚才的偶遇心事重重，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洋洋用气球偷偷回击了那些欺负他的姐姐们。酒店里，阿弟和亲朋好友们尽情享受着婚礼的喜悦时刻。婚礼结束，南俊一家人开车回家，到楼下却发现婆婆被邻居送到了医院，心情瞬间降至冰点。几人急忙赶去，南俊从邻居那里了解到，婆婆下楼扔垃圾时不慎跌倒，造成了脑溢血。这时，阿弟一行人也赶到了医院，借着酒劲不停唠叨，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定没有大问题。没有人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在公司里，敏敏和同事聊起这件事，像是在安慰自己。我弟弟是说我妈不会有事，一定会行的，因为昨天呢是全年日子最好的日子，
他自己都是等到昨天才结这个婚的。可他心里到底还是不踏实，想让同事帮忙上山问问法师，同事却建议他不如直接去山上进修一段时间。敏敏听了心里却泛起嘀咕。课间，洋洋正和同学们玩闹，他把气球吹大塞进衣服里，模仿舅妈怀孕的样子。这时，一个外号叫小老婆的女同学从楼上下来，穿着黄色值日背心，一看就是教导主任的得力干将。曹操，你给我站好！田洋洋，你去拿什么？没有啊。他板着脸，挨个讯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转身跑去告了状。是谁带了不该带的东西到学校来啊？啊？谁到高学到学校来玩的？田洋洋，就是你了，还不给我站起来！课堂上，教导主任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了洋洋，而这正是源于小老婆的错误告发，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事后在走廊里，教导主任却对那个女同学格外关心，大概小老婆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吧。南俊和大大等几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公司，最近公司陷入了发展困境，投资人认为他们既无新想法，又擅自扩产，准备撤资。关键时刻，大大提前向资方透露了与日本大田游戏制作公司的合作计划，才暂时稳住了阵脚。会后，南俊觉得不该拿这种不成熟的方案去忽悠资方，大大则表示这是迫不得已。同时还提到，现在的台湾到处充斥着游戏抄袭的行为。一天，云云借婷婷的名义约阿弟在一家咖啡店见面，阿弟仍对云云在婚礼上闹场心有余悸，两人交往10多年，还共同投资海外项目并赚了不少钱。如今云云打算转投其他基金，需要阿弟签字盖章，他办事的样子反倒更像他的妻子。云云看得很开，觉得做不成夫妻也还能做朋友。放学路上，婷婷遇到了丽丽，两人边走边聊，说起出事的婆婆和丽丽的男友胖子。此时婆婆已被接回家中，医生让家人多陪婆婆说说话，可帮她恢复，但老人年事已高，也要做好最坏打算。婷婷走进婆婆房间，轻轻握了握她的手，拉窗帘时瞥见楼下丽丽正和男友吵架。一天晚上，阿弟带着妻子小燕来到南俊家，阳台上阿弟和南俊闲聊，他之前向南俊借了不少钱，一直没还，见对方愁眉不展，阿弟有些歉意，说自己总忘还钱。南俊却说烦的是公司业务，不是钱的事。屋内，敏敏抱着洋洋，按医嘱轮流在婆婆床前说话，可洋洋不愿开口，敏敏引导她说学校的事，洋洋却嘟囔着外婆只能听不能说，自己说了也没用。敏敏听罢，怒火瞬间爆发。阿弟见状赶紧进屋解围，说让自己先来。他告诉母亲最近赚了一些钱，不用再四处借钱过日子了，也让母亲放心，新婚妻子小燕是个好女孩。说着，阿弟也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深夜，婷婷独自走进婆婆的房间。自出事以来，她始终将责任归咎于自己。她觉得正是那天自己忘了扔阳台上的那袋垃圾，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巨大的愧疚让她每天睡不着觉，她只盼婆婆能早日苏醒，能原谅自己的过错。隔天，大田来到南俊的公司商谈，他认为台湾市场上缺乏好游戏，问题不在技术，而在人本身。他提出一种新模式，将人的情感融入游戏开发。这虽然是第一个吃螃蟹，风险巨大，但一旦成功，南俊的公司就能成为行业标杆。大田觉得值得一试。会议结束后，除了南俊，其他合伙人都不看好这次合作，认为风险太大，不如找台湾本地专做抄袭的小田公司，成本更低。他们需要一个老实人出面，委婉拒绝大田。南俊成了不二人选。这种事情怎么叫我去干呢？你看起来最老实啊。那老师怎么样？老师装出来的，诚意可以装，老实可以装，交朋友可以装，做生意也可以装。那这个世界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随后，大大来到南俊办公室，为会上的事向他道歉，还提到联系过阿瑞，她丈夫在芝加哥做保险，发展不错。阿瑞托他带话给南俊，希望他找机会联系他。一天下午，婷婷和邻居丽丽一起捣鼓着健康食品，恰好撞见丽丽的妈妈蒋太太领着个陌生男人推门而入，丽丽脸色瞬间变了，显然蒋太太干这事儿不是头一回。婷婷没摸清状况，还礼貌地邀蒋太太他们尝尝健康餐。丽丽赶紧找借口喊婷婷出去看电影，蒋太太倒也配合默契，识趣地塞给他们钱，让他们好好玩。整套流程行云流水，一看就是老剧本了。两人离开后，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来到了一家乐器行。原来丽丽的男友胖子在这里工作，丽丽带着一肚子怨气想找他谈谈，但胖子还在上班，两人只好先去旁边的茶饮店等他下班。婷婷好奇地问，胖子明明是个瘦瘦的男孩，为什么会有这个外号？丽丽也说不清原因，看得出来她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男友。婷婷也意识到自己当了电灯泡，便起身先离开了。丽丽心情不好，茶饮店里一群年轻人吵吵闹闹，惹恼了她，她忍不住回头呵斥了几句，其中有个退伍的兵油子还想调戏她，幸亏被朋友拦了下来。
另一头，南俊与大田共进晚餐，正琢磨着怎么开口婉拒合作，大田却先开了口。他一眼就看出南俊和自己一样，都是不太会撒谎的人。自己的公司就是因为市场上同质化的抄袭产品太多了，才亏损惨重，这才萌生了做原创的念头。风险虽大，但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尝试。大田喝了一口酒，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Why are we afraid of the first time? Every day in life is a first time. Every morning is new. We never live the same day twice. We never afraid of getting up every morning. 饭后，两人准备坐车离开，车里放着一首女高音，大田借着酒意哼唱起来。他感慨童年日子清苦，是音乐给了他生活的希望。南俊也被勾起了往事，小时候跟着父亲听音乐，其实并没听出什么名堂，直到初恋后才突然感悟到音乐的魅力。南俊坦言，当初是自己主动放弃了初恋。大田听后猜测，那位初恋应该就像这乐曲一样美丽动人。两人意犹未尽，又转场去了一家酒吧继续闲聊。看着台上的演出，大田随性录了一首，委婉地展示了自己的音乐功底。没想到这个 IT 男还挺有艺术细胞。听着听着，南俊的思绪已经被带向了初恋阿瑞那里。他独自回到公司办公室，鼓起勇气拨通了大洋彼岸的电话。电话那头没人接，跳出了自动录音，这反倒给了他一个契机，促成了两人10多年后的第一次正式沟通。南俊回到家里，听到妻子敏敏在卧室哭泣。他说自己每天跟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流水账一样，没一会儿就讲完了，日复一日。他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感觉白活了一场。隔壁蒋太太家中传来争吵辱骂声，与这边的哭泣声形成了鲜明对比。次日早晨，杨洋和南俊出门，电梯口，杨洋好奇地盯着戴墨镜的蒋太太看，被南俊制止。到了车库，南俊教育儿子盯着人看很不礼貌，杨洋却说他只是好奇蒋阿姨因为什么难过，因为他昨天也听到了吵架声。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洋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小孩。上车后，杨洋又问：爸比，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啊，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南俊告诉他，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分享给别人看。爸比，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啊？你在问什么？爸比听不懂。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南俊一时答不上来，只好岔开话题，开车离开。晚上，敏敏在公司望着窗外发呆，同事问他怎么还不回去，他心里空落落的，说没地方去。他开始不想回家。在家里，洋洋拿着相机拍蚊子，邻居问他对着墙壁在拍什么，他说想拍下来给妈妈看，证明家里确实有蚊子。这时，隔壁蒋太太家又传来奇怪的声音。南俊回到公司，得知大家都去听那家台湾抄袭公司的介绍，既气愤又失望，独自开车离开，因此错过了阿瑞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到家楼下，他看见正准备上山修行的妻子，明白他终究受够了这样的日子，选择了离开。南俊回到家，接起电话告诉合伙人大大，公司的事情你们自己决定就好了，我会一直在家了。随后他来到婆婆身边，敞开心扉。他觉得洋洋说的对，婆婆活了一辈子，后辈的感受和经历他都已体验过，说再多也没意义。洋洋趁课间午休偷偷溜出学校，跑去照相馆买胶卷。校方通过监控发现他私自外出，就在他返回时被纠察队员抓了个正着。教导主任翻看他拍的照片，轻蔑地调侃他是艺术大师。洋洋依旧是一声不吭。这就是他们说的前卫艺术啊，看不出来啊，看都看不清楚。这就是艺术啊，这还挺花钱的哦。瞪什么瞪？你还敢瞪？转过去面对墙壁。胖子在路口等婷婷，把一封信交给了他，托他转交给丽丽。而在楼上电梯口，丽丽正和那天餐厅里的冰油子接吻。婷婷撞见这一幕，场面有点尴尬，但还是把信交到了丽丽手里。晚饭时，洋洋不吃饭，情绪低落。婷婷一眼看出他又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不一会儿，山上的法师和信徒上门，劝南俊也上山修行。南俊借口神明太忙，不想添麻烦，然后很识趣地给了法师化缘的支票，这才把人送走。洋洋始终不吭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阿弟和妻子吵架，被赶出了家门。他本想去找南俊，但看到南俊家里有人，又想起自己欠钱没还，想了想，转身打车去了云云家。云云很自然地让他进了门，两人熟络地躺到了一张床上，聊起投资收益。阿弟说钱全交给老朱打理，据说已经翻了3倍。云云却提醒他，听说老朱已经跑路去了内地。第二天一早，两人赶到老朱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阿弟又一次被骗得精光。我干你娘！有
为了报复，杨洋准备用水球捉弄小老婆，却失手砸中了教导主任。三人见状拔腿就跑，杨洋慌乱中躲进了科学教室，里面正放着生命萌发的教学视频。这时小老婆也走进了教室，裙子的一角不经意被门勾起，白色的内裤被杨洋看到。这一瞬间，杨洋的内心似乎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一个雨天，胖子又拿着信等在路口，再次遇到了婷婷。婷婷说不想再帮忙送信，胖子心情低落，说自己很久没见到丽丽，猜她大概有了新男友。婷婷不忍心，陪她在咖啡店坐了一会儿。回家出电梯时，婷婷看见家门口站着愤怒的丽丽，原来蒋太太和她的老师打扑克的事被发现了。丽丽，老师也是人嘛！镜头一转，阿弟的孩子出生了，他用 DV 拍下孩子的影像拿给妻子看。一向讲究的阿弟发现孩子的生辰八字很差，对着妻子哭了起来，想取个好名字改改运。庆生宴上，亲朋好友都来捧场，云云不请自来，这意料之外的事情让阿弟尴尬无比。小燕觉得云云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忍不住破口大骂：云云他妈的，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他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是替你们高兴才来的，你要相信我的诚意啦。同学们站到云云一边，小燕的家人也不甘示弱，双方当场动起手来。酒席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门口的南俊看着这一幕，却异常平静。回去的车上，阿弟向南俊坦白自己和云云私下仍有来往，南俊只能无奈苦笑。送阿弟到家后，南俊开了几句玩笑便离开了。第二天早上，小燕带孩子回家，发现阿弟光着身子倒在卫生间，满屋煤气味，以为他想不开自杀，顿时大哭起来。事实上，阿弟是因煤气泄漏昏迷，幸亏发现及时才捡回一命。此时南俊也赶到阿弟家，大大通过阿弟的传呼机找到南俊，着急接他去见公司投资老板。在一栋别墅中，他们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幕后老板，一位黄姓立法院委员。对方近期对妇女保障名额颇为着迷，身边围绕着许多比基尼美女同时对大田的游戏开发项目也很感兴趣。为促成投资，公司决定派南俊前往日本，再和大田面谈一次。南俊在公司准备日本之行，突然接到阿瑞的电话，脸上久违地露出了喜悦。两人约好东京见。临行前，南俊在家嘱咐了婷婷几句，便踏上了东京之旅。抵达后，南俊很快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初恋，两人相见甚欢，彼此都很想念。随后，南俊如约见到了大田，原本打算用1周时间详谈项目，大田识趣地表示合作的事1顿饭就能谈完，愿把更多时间留给这对旧情人叙旧。胖子再次找到婷婷，这次信是写给他的。婷婷心里或许早就喜欢上了胖子，特意为约会精心打扮，在胖子的单车后座感受初恋的悸动。与此同时，南俊和阿瑞在东京的地铁上聊着家常，南俊感慨万千，当年的初次牵手是在影院途中，如今再次牵手已是沧海桑田。台北与东京，地理上的距离被情感的共振抹平。胖子与婷婷正在经历的，简直就是父辈恋爱时的完美复刻。胖子和婷婷看完电影，在茶饮店聊起剧情，他们讨论电影和现实的区别，对生活各有看法。如果电影跟过生活一样，那谁还会想去看电影啊？过生活就好啦。我觉得我小舅说的蛮有道理的。他说，电影发明了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延长了至少3倍。两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南俊和阿瑞边走边聊，说起过去的经历，初恋时的场景。他们聊到分手那天，阿瑞足足等了南俊3天，最后失望离开。南俊也解释了当时未赴约的原因。阿瑞和他的家人只考虑生活，根本不关心他真实的内心想法。当时两人虽然是恋人，却从未真正理解彼此。洋洋开始关注起小老婆，看到她游泳，回家后他也在卫生间水池里练憋气，连姐姐喊他都不理。婷婷打扮好，准备和胖子去听音乐会。这时丽丽找上门来，似乎察觉到了他和胖子的关系，在得到只是普通朋友的回答后，丽丽默默走开了。音乐会上，婷婷心不在焉。结束后，她质问胖子怎么回事，胖子说心里只有婷婷一人，并吻了她作为回答。随后他们去酒店开房，两人都很拘谨。犹豫片刻后，胖子还是丢下婷婷，独自逃离了。在日本，南俊和阿瑞各自在酒店开了一间房。南俊感叹起，第一次开房也是阿瑞带他去的，当时他同样紧张地逃走了。阿瑞坦言，当年的自己整日担惊受怕，以为他那一走就真的不回来了。深夜，阿瑞敲开南俊的房门，表示自己如今已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依然爱着南俊，想与他重新开始。南俊还是和当年一样，没有正面回应。阿瑞控制不住，失声痛哭，南俊抱着安慰他。清晨，南俊在海边抽着闷烟，思绪纷杂。之后两人坐车回东京，因他晚上要与大田商谈，便约好次日共进早餐。南俊口口声声说爱着阿瑞，却始终言行不一。阿瑞终于下定决心，在痛苦中选择了放弃。
晚上，南俊和大田在餐馆碰头聊合作。大田向店家借了一副扑克牌，他向南俊提起童年时想做魔术师，却遭打击，于是想自学成才。他现场为南俊表演了魔术，能随意挑出南俊选中的牌。南俊颇为惊讶，大田坦言并无诀窍，不过是死记硬背排序而已。他比喻道，他和南俊一样都是普通人，公司只能靠自身努力拯救，他并非他们公司的那个拯救者，让南俊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第二天一早，南俊在房间接到台北公司的电话，投资人黄老板和小田公司的女老板勾搭上了，公司只能和小田签约，让南俊回绝大田。你们这样哦，你们这很伤你知不知道？大田是个好人我们怎么做人南俊愤怒地挂掉电话，本想找阿瑞诉诉苦，却得知他昨晚已经退房走了。南俊的心情跌到谷底。婷婷这边，胖子和丽丽重归于好，他又成了那个最尴尬、最无辜的局外人。经历接连不断的糟心事后，南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台北的家中，心神俱疲，最终病倒在床。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家中静养。某天，他在家中发现洋洋拍下的照片，纳闷这孩子怎么净拍人的后脑勺。而洋洋这傻孩子，以为会憋气就等于会游泳，结果跳进泳池，险些丢了性命。婷婷家楼下，胖子正等待丽丽，婷婷上前想和他说话，却被胖子凶狠地骂走。婷婷也深受打击，径直回了房间，趴在书桌上默默抽泣。这时，阿弟两口子来到南俊家，警方已抓获跑路的老朱，阿弟被骗的钱全部追回，这次他是特意来还南俊钱的。洋洋湿哒哒地回了家，脸上挂着笑容，想必应该是小老婆在泳池救了他。他没理会大人的热闹，把一张记录着舅舅后脑勺的照片给了阿弟。夜晚，一阵警笛声刺破安静的街道，婷婷伤心地坐在婆婆床前，哭诉自己的遭遇。第二天，婷婷被带到警局协助调查。原来，胖子在楼下一直没等到丽丽，怀疑英语老师和丽丽有染。半夜老师下楼时，胖子用刀将她杀害。警方还公布了蒋太太和老师的关系。婷婷从警局打车回家，路过楼下的案发现场，心有余悸。进屋后发现婆婆醒了过来，正哼着小曲坐在床边。婆婆为她折了一只纸蝴蝶，婷婷依偎在婆婆腿上，将她视作如今唯一能倾诉的对象。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婷婷的幻觉。现实中，婆婆已平静地离世。敏敏闻讯也从山上赶回，家人们也纷纷得知了这个消息。南俊向敏敏讲述着最近家里的事，感叹一切如旧。敏敏说，山上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法师每天重复讲着同样的东西，就像跟妈妈讲述一样，只不过是互换了位置。我这样说好了，你不在的时候，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说，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洋洋虽然不善言辞，还是为婆婆写下了心里最想说的话。追悼会上，亲友们都很伤心。南俊和大大讨论着公司的近况。小田公司的抄袭合作并未让公司扭亏为盈，反倒是投资的黄老板成功将小田的女老板变成了自己的小老婆，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从早忙到晚呢。Angie，你知道不知道？我一点都不快乐。做的都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会快乐呢？最后，洋洋把写好的心里话念给婆婆听。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话音落下，电影结束。电影中那些反复出现的镜子、窗户与玻璃，并非杨德昌的视觉炫技，而是他递给观众的另一双眼睛。洋洋问爸爸，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因为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杨导就用反射面打破单一视角，在同一画面里同时呈现人物的正面和背面、里面和外面，让观众看到角色看不见的另一面。这样的视角让观众能慢慢观察到他们隐藏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杨德昌的一种细腻展现手法。电影一一讲了太多故事，每个人的轨迹错落相交，又各自疏远。我们以为把握了生活，其实什么都确定不了；以为忙忙碌碌，其实几句话就能概括；以为想要拥有一切，最后却发现拿一切也换不回一个重新开始。年轻人或许很难读懂杨德昌藏在家长里短里的残酷。敏敏崩溃地哭诉着，说每天重复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像白活了一场。这何尝不是每个中年人的日常？人们困在固定的轨道里，拥有了稳定，却弄丢了热忱。而杨洋举着相机拍别人的后脑勺，说你看不到，我拍给你看，更是戳中了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隔阂。
杨德昌没有给出答案，却借洋洋告诉我们，生活的本质不必刨根问底，不妨像孩子一样保持好奇，去看见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去接纳遗憾与无奈。一一这个片名蕴含了大道至简的东方哲学，它在字形上是汉字的始祖，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命本源，横看成线，竖看为二，象征着个体孤独的并列与生命周而复始的轮回。在结构上，它呼应了电影中婚礼与葬礼的生死循环，而英文译名 A One and a Two 则如同爵士乐起拍前的读秒，既是生活在琐碎平庸中不断重启的节奏，也道尽了杨德昌对人生的终极洞察，即便生活能重新来过，本质上也不过是另一场一一开始的重复。唯有当我们将这些碎片一一审视，才能在极简的两横之间窥见生命那复杂而宏大的全貌。电影里最扎心的一刀是捅向中年男主南俊的。深陷中年危机的他，借出差之名远赴日本，试图在初恋女友身上找回错失的完美人生。结果呢，两人在旅馆坐了一夜，什么都没发生。南俊最后无奈地承认，其实没什么不同，还是差不多。换个人结婚，依然会为柴米油盐吵架；换份工作，照样遇上傻逼老板。所谓的如果当初，不过是给当下的平庸找个体面的借口。即便让你重活一回，你依然逃不出生活的五指山，该吃的苦，该撞的墙，一样都不会少。电影里有一段特别真实的崩溃，明明每天对着昏迷的婆婆说话，突然发现自己讲的都是一样的。她哭着说，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这句话像不像一记耳光，精准地扇在每一个中年人的脸上。我们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如果你静下心来复盘，你会发现你的日子不过是复制粘贴罢了。这种无意义的重复才是中年危机的核心。你不是怕变老，你是怕自己活成了复读机。所谓的逃避修行，其实都治不好这种病，唯一的解药就是哪怕身在烂泥，也要试着找点不一样的活法。电影里的小男孩洋洋总爱拿相机拍别人的后脑勺，这其实是杨德昌在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事情的一半，也就是正面。你以为伴侣很坚强，却看不到他深夜的焦虑；你以为父母只是唠叨，却看不到他们的孤独；你以为别人光鲜亮丽，却看不到背后的狼狈。沟通，别斗了。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在自言自语，就像洋洋想告诉大人真相，大人却觉得他在捣乱。承认吧，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没人能完全懂你，你也别指望完全懂谁。电影里，胖子小舅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影史的话：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3倍。现实往往单调又重复，我们被困在单一的时空里，只能走一条路，撞一面墙。幸好还有电影，让我们有机会借用别人的生命，去看看那些我们没选的路，去体验那些我们不敢过的生活。既然这辈子只能活一回，就别对自己太苛刻，累了就去看部电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这也算没白活。本期一一解说完毕，欢迎点赞、评论、分享，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我们下期再见。